这里是女人的地狱，男人的天堂，无数花季少女被监禁在此。关押者还给他们注射了大量春药，让他们长期处于发情期。这里的工作人员称他们为生殖种。此时带头的工作人员向山影问道：“你猜这个女人有多少岁？大概50岁吧。”错了，是18岁。这家伙可是生殖了20人以上的优秀生殖种。我们会给他们注射春药和雌性荷尔蒙，让他们24小时不断发情，顺便刺激排卵。总之一次生3、4胎也是很普通的，不然的话怎么可能才18岁就生出18到20个人？但是嘛，这个再生产一回就确实要被废弃了。他已经算长寿的了。谈话间，另一个工作人员拿出了一针兴奋剂，给他们带来的3个男性生殖种打入后，他说道：“这是专门给男性注射的特殊兴奋剂，只要被注射一次，那么到死为止就只会考虑交配。”边说着，他打开了几间女性生殖种的牢门，并将刚打完药的男性生殖种们放了进去。接着，那些男性生殖种们在药物的驱使下，马上就工作了起来。工作人员不禁感慨，正是因为有这种可怕的药物在，所以绝对不能忤逆那些大人啊！听到那些大人这4个字，一旁的一江没忍住揪起工作人员的衣领询问起来。所以那些大人是谁啊？趁着一江引起的骚乱，山影夺过了工作人员手里的兴奋剂，再把兴奋剂注入到这个工作人员体内后，山影又将俩人一并丢进了一间空牢房。只是这短短几秒的功夫，那兴奋剂的药效便发挥起来。被注射的工作人员随即脱下衣服，跟自己的同伙认真工作了起来。接连出现的反人类情况让山影不禁陷入思考。喝一口就能让人陷入强烈依赖的高热量药水，只要注射一点就会丧失自我意识的性欲高涨药，我还从来没听说过有这些药。而且这里的设施也不像那种随便的小企业就能搭建起来的。正当几人疑惑之时，忽然一股剧烈的恶臭从他们身后传来。山影定睛一看，发现居然是一个抱着死婴的丑陋女人，而且死婴的尸体早已腐烂，正被无数苍蝇包裹着。接着只见女人对着3人说起了疯话：“抱抱孩子，这可是你的孩子，你不是说等孩子出生了就3个人一起去游乐园玩吗？你还说过不管是男孩还是女孩你都会接受吧？喏，你看这孩子很像你啊！”山影崩溃了，刚才那个安插生殖种的工作人员居然忘记给牢房上锁了。顾不及埋怨，疯女人已经朝他们冲了过来。山影实在恶心的不想应战，关键时刻是夏英出面将疯女人拦了下来。在和疯女人对视一眼之后，夏英对她喃喃道：“谢谢你给我生了个这么可爱的小孩啊！”说罢，夏英直接对着疯女人深情地吻了上去。这一刻，女人似乎醒悟，流下了泪水，但夏英却已用搂着女人腰的胳膊将其勒死了过去。接着，夏英小心翼翼地将女人放下，并用手盖住了她的眼睛，最后还双手合十，做出了祷告的姿势。一江知道夏英这么做其实也是为了让女人早点解脱。与此同时，山影对这里又有了新的猜测：监禁、繁殖、饲养以及肢解人类，究竟是谁在以何种目的运营这里的呢？最初我是这么想的，可能是一些反社会的大型组织用来做人体器官交易的人间牧场。但很快我就改变了这个想法，因为我还看到有那种巨型蠕虫怪物在这里。可是那种生物究竟是什么呢？是国家新开发的生化兵器也有一定可能。一江越听越害怕，提议那就快点一起离开这吧。然而这时夏英却表示自己之后不会出去。他看了看地上被自己杀掉的女人，说道：“我还有该做的事情。”同时山影也改变了离开这的想法，他觉得这地方是个刺激而又有趣的地方，自己不想再回到外面那无聊的世界。听到这，一江觉得这俩人简直疯了，还是和卡兹一起先想办法离开这吧。等一下，卡兹呢？原来卡兹已经恢复意识，并在周围独自摸索了一番。只听他朝一江他们大喊道：“快来这边看看啊，超级有意思！”见状，3人立即朝卡兹的方向冲去。一江和夏英只想让这个傻帽快点闭嘴，只有山影好奇到底是什么有趣的东西。随后3人被卡兹带到了一处幽暗的房间门口，仅是看到房间里的东西就把几人吓了一跳，里面居然充斥着好多像虫卵一样的巨型物体，每个都将近5、6米高。更诡异的是，这间房间的天花板上还有好多显示器，这些显示器上的文字有多种国家的语言，中文、英语、俄语、日语等等等等。紧接着好奇的一江摸了摸这些物体，他感觉这些物体内部好像有什么东西在蠕动。正当几人准备进一步探索时，一阵脚步声传来，好几个工作人员从另一侧的卷帘门处走了进来，为首的还推了一项工具，准备对那些庞然大物做点什么。此时山影他们4人为了不被发现，躲进了房间内的杂物间。透过门缝，山影看到工作人员们在用硬度表对这些物体挨个测量。科普一下，硬度表是一种测量物体硬度的仪器。测量完后，工作人员们又对这些物体做起了清洁工作。可奇怪的是，他们的表情一个个都像吃了屎一样难看，仿佛是在害怕着什么，动作非常谨慎。但越是这样越容易出错。忽然有人不小心踢到了水桶，这动静促使一颗正在被工作人员擦拭的物体突然破壳。见状，为首的工作人员赶忙按响警报，这让所有人都立即陷入了恐慌，开始纷纷朝门外冲去。这是要孵出来了，快点离开这里啊！结果最后有2个跑得慢的被留在了房间，逃走的那些人为了防止发生意外，将卷帘门给关住。随即房间内的一名工作人员一边砸门，一边哀求外面的人快开门。可喊着喊着，他就发现脸上多了几滴血渍，转头一看，竟是队友已被大虫子搞得血肉模糊。原来从刚才的卵形物体中孵化了一只巨型大虫子。随后这个工作人员又看到了骇人的一幕，那大虫子直接一口将同事的半个身子吃掉了。而接下来大虫子不出意外的将目标继续锁定在了仅剩的这个工作人员身上。见状，他没有犹豫，立即转身想要逃跑，可2条腿哪赶得上6条腿，慌乱中他自己还被自己绊了一跤，
此刻被逼至绝境的工作人员只能向大虫子不断道歉，恳求他放过自己。然而没想到这大虫子听后竟模仿起了工作人员的话，嘴里不断嘟囔着对不起，边说着大虫子朝工作人员伸出了触手。然后在杂物间的三人就看到工作人员的头被那大虫子一口吞了下去。目睹这些的一江不禁怀疑自己真的能逃出去吗？现在连从这里出去都是个难题，只要这大虫子在这里，他们就会一直被困在这。可他又什么时候才会离开这呢？1个小时后，3天后，还是永远呢？总不能一直在这里等死吧？一江开始幻想之后会发生的事。不久之后，他们所在的杂物间就会被发现，届时自己肯定会成为大虫子的口粮。特么的，我还不想死啊！想到这，一江不禁冷汗直冒。关键时刻又是山影出手，阻止了一江的汗水滴到地下。现在他们不敢发出一丁点声音，可即便已经做到这种地步，还是没能预防一些声音发出。山影因为3天半没有进食，肚子发出了咕咕声。山影，我特么真是热烈的马呀！就这样，大虫子瞬间被山影发出的声音吸引，如一江幻想的一样，大虫子一下就扯开了杂物间的门。可奇怪的是，大虫子并没有从杂物间里看到一江4人的身影，他们居然集体凭空消失了，而没有发现异常的大虫子随之远离了杂物间。其实刚才一江他们是被一股力量拖入到了黑暗中，夏英甚至被一根绳子给吊了起来，卡兹和山影也惨遭类似陷阱的东西束缚。正当一江疑惑这是怎么一回事时，黑暗中忽然走出了一个穿着怪异服装并用打火机照明的奇怪生物。见状，一江害怕的转身就跑，可结果下一秒自己也和夏英一样被陷阱吊了起来。接着这个怪异生物摘下头套，喃喃道：看来所有人都掉入了我的陷阱了，在这片世界里没有人能敌得过我。原来这怪物是个中年大叔假扮的，他对一江几人并没有恶意，甚至好心为他们煎了一桌子肉片款待。许久没有进食的一江看到肉不禁咽了咽口水，卡兹更是跃跃欲试的想来上2片。关键时刻，一江打断了卡兹，表示这肉来历不明，实在可疑。谈话间另一边的夏英居然已经自顾自地吃了一片肉。见状，一江当想提醒夏英这肉可能有问题，结果就被夏英冷冰冰地打断道：不吃肉的话会先饿死哦，来吧来吧，快来吃吧。终于一江也无法抗衡饥饿感，拿起一片肉吃了起来。可一江只感觉这肉一丁点瘦肉都没有，全是肥肉。正当山影分析这肉该不会是人肉时，怪大叔忽然向他们说道：都吃了肉的话，那么恩情加倍哦，你们现在欠我双倍的恩情，所以之后绝对要听我的命令哦。除了吃下的肉，刚才我还救了你们的命。原来刚才一江他们得救，完全是因为怪大叔在关键时刻触发了杂物间的机关。一江听后不解地问道：所以您为什么要帮我们呢？那是因为我女朋友说了，快帮帮他们。一江纳闷了，这里不就怪大叔一个人吗？原来怪大叔所谓的女朋友不过是他自己画出来的意淫对象。他称这个纸片女友为玉子，并向众人介绍自己名为小仓。几人对此很是无语，他们压根对小仓手里的玉子小姐不感兴趣。于是一江转移话题问小仓在这里待了多久了。小仓被这么一问，心头一颤，这些墙上的正字就代表他来到这的时间，他早已记不清了，只记得当时自己来这的目的是取材的。小仓继续说起了自己的回忆：当我第一次看到这座设施的时候，我还只是名小记者，当时我想以员工的身份暗地曝光这里，便主动应聘了这里的工作，高级放射废弃物最终处理厂。摇篮，虽然这里被评为地质脆弱、火山地震多发的不适合建造区，但它却在3年前被某种无形的力量推动着拔地而起。关于这座建筑有各种各样的传言，什么工作人员莫名失踪、出现未知的生物等等。顺便一提，这座设施主要是进行在地下挖出巨大的空洞而将废气和燃料填满的工作。因为经常需要延展坑洞，所以会定期招揽员工。托这件事的福，我没花多大力气就面试成功了。我本以为入职轻松的话，那待遇可能会很差，可没想到入职当晚，我们就在领导的安排下吃上了高端寿司和海鲜，就连啤酒也是精酿的无限畅饮。最重要的是，领导直接给我们预付了1年的工资。我知道有这么好的待遇，就说明工作内容绝不简单，但我怎么也没想到工作内容竟是处理人的尸体。在工作上出现的任何法律和伦理问题，我们都不用考虑。如果不愿意工作的话，他们也不强求，但要把他们预付的1年工资立马返还。最后在利益的驱使下，大家都选择了默默接受这份工作。可我却在疑惑，这些尸体到底是从何而来的呢？最让我匪夷所思的是，当初厌恶这些工作的人居然越来越做得得心应手，而我也和他们一样，不知不觉间就在这工作了1年。那天组长忽然对我说，觉得我工作认真，决定给我升职去上一层工作。换了岗位后，我终于见识到了这里的可怕。我在一间巨大的房间里看到了一只在吃人的巨型蠕虫，等我回过神时，已经下意识地逃走了。当时我一股脑的只想着逃跑，但这里太大了，我一直找不到出口。为了不被抓到，无奈之下，我只能藏身于天花板与管道的夹缝之中。而我开始在天花板里生活后，发现了2件令我大为震惊的事。一是我发现这座设施占地非常大，深度预估有500米，横向更是几乎可以无限扩展。另一个就是这里出现的各种光怪陆离的情景，但其中令我印象最深的是这里有一处宫殿，那里光场地就差不多有4个足球场那么大，环境也是精致的豪华装修。这里对一个核废料处理厂来说显得格外突兀。然而也就是在这里，我看到了自己都不敢相信的画面，这里居然进来了许多日本高层的政府要员，除了内阁总理大臣、官房长官和财务大臣也都在其中。我本以为是政府在私下利用这个设施来饲养那些怪物，但没想到令我震惊的事实却是，不是人类在饲养那些怪物，而是我们人类在被那些巨大生物饲养着。因为首相在那个巨大生物面前卑躬屈膝、俯首称臣的模样，我看得一清二楚。还有首相当时说的话，我也没忘，请恕我直言，
尽管我们能做的实在有限，但为了让你们过得舒服，我们才建造了这所设施。而且为了让你们的粮食不会缺乏，我们也都全力在妥善安排。所以我有个请求，先前拜托而尚未解决的全球暖化问题，如果可以的话，希望您能尽快解决。未来人类居然奉一只大虫子为神明，各国首相都甘愿跪地对其俯首称臣，只为祈求这只大虫子能解决全球变暖的问题。近几年持续的高温已经让适合人类生存的陆地面积越来越少，所以还请您能尽快解决此事。听完首相们的诉求后，大虫子从幕后喊出了他们的母体，接着只见一坨像被大头钉插满的圆球状生物来到了讲台上，另外还有一个被绑到轮椅上的人类被推了出来。随即现场的工作人员拿起母体的一根触须，就这样接入了其体内。那触须很快便控制了轮椅上男人的神经系统，然后只听母体以男人为媒介向各国首相说道：今天很感谢你们专程跑一趟，关于你说的那些事情我非常认可，我们的确受到了你们的很多照顾，可是我们以后已经不需要你们了，多亏了你们的帮忙，如今我们的个体数量已增加了不少，以后本设施的运营将由我们主导，真是感谢你们的协助啊！说罢，母体召唤了几只大虫子飞到了宫殿内，大虫子们毫不犹豫的就对着几位首相发起了进攻。没一会的功夫，在场的政府要员们便全部阵亡。听小仓说完关于这座设施的大致情况后，夏英立即怒气冲冲地问他那间宫殿在哪里。小仓见状疑惑道：你去那里想干嘛呀？夏英一把揪起小仓的衣服回应道：我要把他们全杀了。一江见情况不对，上来拉开了夏英。此时小仓对刚才夏英的举动非常不爽，大骂就他这身板怎么可能杀得掉那么巨大的虫子，去了也是被他们生吞活剥了。然而小仓话音刚落，就被夏英不知用什么划伤了额头，定睛一看，竟是自己用来切肉的菜刀。很抱歉，我没时间了，在你愿意带路之前，我会不断用刀在你身上雕刻。一江害怕夏英真把小仓给杀了，便示意让山影上去阻止一下夏英，可结果山影表示自己从小接受的家教里有一条规定，那就是不跟手上有刀的人作对。此时不愿送死的小仓还在劝夏英，连国家都乖乖臣服于他们了，你一个人要如何反抗他们如此庞大的系统？我尝试过无数次从这逃走，可结果无一例外全部失败。躲在天花板里生活是唯一活下去的方法呀！而且这里食物要多少有多少，冬天也很暖和。不等小仓继续说下去，夏英直接给了他一记袭击。他仍没有放弃要去宫殿的想法。最后看不下去的卡兹用肥胖的身体撞开了夏英，可万万没想到，这时意外发生了，两人脚下的天花板破裂，卡兹一屁股掉了下去。毕竟这是夏英闯的祸，他决定亲自下去把卡兹再弄上来。好在夏英力气够大，卡兹有惊无险地被拉回了天花板上。然而就在夏英也准备折返回天花板时，走廊里忽然路过了一只大虫子，两人四目相对之后，夏英竟主动松开了绳索，并从腰间拿出菜刀，他居然想要和大虫子一对一战斗。可夏英殊不知，在大虫子眼里，他就是快会移动的辣条，仅仅是一个照面的功夫，夏英就被大虫子用手抓住。接着大虫子轻轻那么一使劲，夏英的五脏六腑便尽数破裂，不到2秒半的功夫，他就瘫软在了大虫子手中。随即大虫子顺势张开大口，将夏英的下半身直接一口吞掉。咀嚼几口之后，大虫子又继续将夏英的上半身也放进了口中。夏英骨头被嚼碎的声音大家都能听到。小仓见状擦了擦额头的血，喃喃道：这下你们该明白了吧，人类是绝对不可能打败他的。然而小仓话音刚落，卡兹就发现下面的情况不对，大虫子忽然倒地不起，像是死了一样。接着一江和山影也蹲下继续查看。他们先是发现大虫子的脖子处鼓起了一个包，然后就是一把刀子从中破体而出，是夏英从大虫子体内杀了出来。可诡异的是，夏英居然只有上半身，他的下半身已经被吃掉，但是还活着。而夏英之所以拥有这样的不死之身，还要从他小时候开始说起。夏英从小是被妈妈带大的，他没有见过父亲。有一次夏英不小心把膝盖摔破了，但妈妈没有为夏英贴创可贴，而是将手放在他的受伤处，然后像施咒一样吟唱了句疼痛疼痛快离开的话。结果没一会，夏英的伤口居然真的愈合了。夏英疑惑地问妈妈这是怎么回事，可妈妈只是回答道，因为妈妈刚才使用了魔法哦。比起这些令夏英不理解的事情还有很多，那就是妈妈从不让她独自外出，妈妈对这一点从来没有给夏英解释过，这就搞得夏英很羡慕那些能和朋友们一起玩耍的孩子。夏英还主动问过妈妈自己什么时候能出去上学，但妈妈给她的解释是，夏英已经很聪明了，画画和写字都很棒，所以不需要去学校上学。可我们都能看到夏英根本不会画画。后来有一次妈妈出去买菜，忘记将门锁反锁了，这让夏英第一次有了独自外出的机会。他一下楼就看到好多小朋友在一起玩耍，这时有2个小孩子正巧注意到了夏英有点面色，便问他叫什么名字，几岁了。闻言夏英掰手指算了算，说道：我2岁了。我说你这家伙是笨蛋吗？都长这么大了才2岁，不是很奇怪吗？真的呀，我真的是2岁。正当夏英为自己辩解时，妈妈走了过来，她一把就将夏英拽回了家，并生气地将夏英教训了一顿。自那之后不知过了多久，夏英发现妈妈突然把自己关在了卧室里好几天，夏英敲门想进去，她也不让。妈妈的解释是自己身体不舒服，得了传染病。就这样孤独的夏英只好在门外守着，可她却发现妈妈接连好几天都没有出来。夏英每次问妈妈怎么不出来，妈妈的回答都是身体不舒服。到后面夏英只是敲个门，妈妈都会很生气的警告夏英不要进来，食物啥的妈妈也都让夏英自己动手。当然冰箱里大部分的食物都只需要用微波炉加热。就这样独自生活了差不多快1周。这天夏英在妈妈门前睡觉时，忽然感觉妈妈的声音不对劲，妈妈开始自言自语地说起了疯话，
紧接着又过去几天，家里的垃圾越来越多，各种蚊虫和蟑螂也开始泛滥。而因为臭味太大，夏英家更是遭到了邻居举报。警察进来后就找到夏英问道：“你妈妈在家吗？”夏英没有回答。可警察们顺着臭味的源头，很快就找到了妈妈的卧室。尽管夏英极力阻拦，但警察们还是打开了妈妈卧室的房门。他们被眼前的一幕吓了一跳。这么好看的剧情，你不会是一个人在看吧？找对象就上牵手，主打高学历、高质量，全面信息多重审。嫁人秒疯，找对象掌握选择权，在欣赏你的人里面挑你喜欢的，用牵手找到可以牵手的人。在看到妈妈卧室里的场景后，2名警察立即向上级通知，已经确认无误。这恐怕就是逃亡中的繁殖种了。而夏英怎么也想不明白，妈妈怎么会莫名其妙的变成一坨血肉，大概就像是放进微波炉加热后的年糕。随后大批警察赶来封锁了夏英家楼下，2个警视厅的高层人员则来到了夏英家里。他们一眼就认出了夏英的妈妈山崎纱织21岁，2年前怀着身孕逃出设施。据说她能从摇篮那种设施里逃出来，是因为她长得很美，通过勾搭警卫，并和警卫那个的时候趁机逃跑了。不过现在她却变成了这样一滩烂肉，应该是与培育繁殖种所用的药物不匹配。虽然现在她还有微弱呼吸，但是应该快死了吧。所以也就是说，这个山崎纱织的孩子是人类第一个研发成功的完全繁殖种吗？她的母亲是在2年前逃脱时就怀孕，才2年就能长这么大，简直就像是一块尸肉啊！尸肉是什么呀？那是中国古代文献记载的幻想怪物，它有2颗眼珠，外表看起来像牛肝，听说就算切掉，被切的肉也会再长回来。这孩子说不定可以挽救人类的未来呢。说罢，金岛警官凑近夏英，想要哄骗夏英跟自己离开这里，但夏英却坚持不肯离开，因为妈妈还在这里。无奈之下，金岛只好动粗。被拽疼的夏英当即喊出了“妈妈，救救我”几个字。熊孩子别叫了，叫再大声也没用。然而金岛话音刚落，就看到山崎纱织用最后一口气拖着糜烂的身体朝他压了过来。就这样，夏英得救了。金岛的助理见状，连忙掏出手枪，想用枪击退血水状的山崎纱织。结果几枪下来，金岛真的被救了下来。而夏英也看到妈妈周围流了好多血。最后，山崎纱织用仅剩的一点意识分裂出了一根触手，并用这根触手沾着自己的血在地上写道：“你快逃！”随即夏英没有犹豫，趁几人还在对付纱织的血肉时，他一个箭步冲到了窗户上，凭借较小的身躯，他爬到了围栏外面。即便这里是顶楼，夏英还是奋不顾身地跳了下去。当金岛完全脱身时，已经来不及了。他只看到警车旁边夏英残留的半截身体。见状，金岛不打算放夏英逃走，他立即带着助理下楼寻找，结果仍然只有夏英的半截身体，车底下也没有夏英的踪迹。然而他殊不知，夏英的逃跑路线是下水道。此时只有半截身体的夏英正在下水道里艰难爬行，即便疼得快要昏厥，夏英也在咬牙坚持。他心里只有妈妈交代的要逃走这件事。可爬着爬着，他忽然感觉好像没那么疼了。仔细一看，自己的下半身居然在发生变化，没一会就长出了新的下半身。这是妈妈的魔法吗？接着时间过去几年，曾经的金岛警官沦落成了公园。某天他在上班时，忽然被一个长发男孩喊住。男孩二话不说将他拉到了一处巷子。好久不见了，金岛警官，你还记得我这张脸吗？金岛仔细看了一眼，才反应过来这是长大后的夏英。见状，他立即伸手想掏手机报警，但夏英却用刀及时拦了下来。我是谁？请简短的回答我。金岛一听，原来夏英的目的是这个，便表示可以告诉他，但要收费。话说当初都怪你害得我当不成警察了。说着说着，金岛忽然感觉什么东西掉地上了，一摸原来是自己的鼻子被夏英切掉了。接着夏英又将金岛的手放在刀下，逼他说出了自己的身世。最后夏英从金岛的嘴里调查到了一些情报，我不是普通人，据说是由某座设施经过品种改良的特殊人种，最大的特点就是超乎常人的再生能力，就算少了下半身或者一条腿，只要中枢神经不被破坏就能一直再生。但是为什么需要制造我这种繁殖种呢？据说是有些家伙需要大量人肉，为了供应需要才制造的我。原本妈妈只是用来生产我的一种材料，是她费尽千辛万苦逃出来才生下的我。我是作为繁殖种的唯一成功案例。那么如果是这样的话，接下来我该做的事情就确定了，去找到杀死妈妈并制造我的那些家伙，找到之后把这件事情做个了结。随着夏英的回忆结束，她的下半身已经重新长了回来。山影和一江见状，立即从天花板上下来扶住了夏英，随后夏英在小仓的帮助下被拉了上去。而在这个时候，山影做了件离谱的事，他居然从大虫子的裂口处观察起来。不仅如此，还有大虫子的眼睛、嘴巴和手，他都观察了一遍。也就在山影发现了什么时，走廊的另一侧传来工作人员的对话声。没办法，一江只好拉着山影先回到天花板。与此同时，看到大虫子死掉的情景后，工作人员惊得下巴差点脱臼。不过现在要紧的是将这个消息汇报给上级。回到得救后的夏英这边，大家都对她能自我修复的体质感到疑惑，希望夏英能说说自己的过往。为此，一江甚至把自己暗恋的女生都说了出来，他想以此跟夏英交换一些情报。可没想到夏英仅只透露了自己喜欢的女生类型和年龄，我喜欢长头发女生，今年6岁。接着画面来到宫殿这边，摇篮的副所长花岛正对着4只大虫子们跪拜，他们要求花岛交出17个活人给他们，理由是他们的同胞在摇篮内意外死亡。之后花岛将这个消息告诉了摇篮的所长和泉，和泉对此也没有什么办法，他只能安慰花岛先别哭了，现在他们能做的也就是把该做的做好。随后隔天，和泉和花岛便召开了员工大会，他们要从员工里抽17人去喂给大虫子们。
未来地球竟被这些恶心的大虫子统治，人类成了他们的口粮。今天大虫子们又要求人类献上17人作为贡品，于是副所长花岛宣布，接下来将由抽号码的形式随机选人，被选中的17个人将被喂给统治者的幼虫。花岛解释这也是没办法，因为今天早上一只统治者意外死在了设施内，这么做都是为了平息统治者的怒火。花岛说完，一旁的河泉所长便站到讲台中间准备抽号，被抽到的人请立马来到讲台上。114号，此时台下没被抽到的人都在庆幸还好不是自己，而被抽到的114号本人则经受不住打击昏了过去。见状，河泉仍没有停下抽号。128、193，在河泉播报号码的同时，有人被吓尿，有的人崩溃大哭起来。直到河泉宣布完最后一个号码436时，大家紧绷的神经才终于放松下来。可这时人群中却有一人忽然汗流浃背起来，男孩被迫与他人交换了号码。真正的436号主人是人群中的一个阴暗大叔。河泉注意到了男孩是被威胁的，便等男孩上台后为他主持起了公道。你不会以为我是瞎子吧？你和别人交换了号码是吗？你是被强迫的吧？听到这话，男孩立即声泪俱下，表示确实如此。随即河泉便指向阴暗大叔骂道：你给我滚上来！你的罪恶行为无法被容忍。紧接着被抽到号码的17人全部来到了讲台上，花岛为他们拿来了酒，因为统治者拒绝给他们提供麻药，河泉只能希望用酒来减轻他们的痛苦。之后等17人将酒全部喝下后，花岛以及台下所有人开始为他们送行。这一刻大家全都哭得泣不成声，河泉也难掩心中的悲愤，仰天尽量不让眼泪流出。最后河泉宣布会议结束，接下来将会把统治者禁食17人的视频投送到大屏幕。这场风波过后，河泉在办公室研究起了那只大虫子被夏英杀掉的过程。其实在工厂内到处都有摄像头，除了夏英一江他们也很快被查到，但河泉只对夏英有所忌惮，因为他在录像里清楚地看到夏英的下半身被大虫子吞掉后没一会又重新长出来的过程。他认为夏英极有可能就是几年前唯一研发成功的完全踢繁之种。这话让花岛想起了6年前山崎沙织代孕逃出设施的事。当时因为山崎沙织的逃走，为了弥补过失，设施进行了大洗清，连河泉的父亲也就是摇篮的前所长也失去了生命。接着花岛继续回忆起曾经警方那边也对他们说过，在抓捕山崎沙织时他的儿子意外逃走了。想到这，花岛恍然大悟，他立即央求河泉一定要派人抓住夏英，繁殖种可提供稳定的人肉供应，那样就能将无辜生命的牺牲降到最低，他可以救我们，不是拯救人类。然而河泉其实早就将这个任务下达出去了。此时办公室的门忽然被敲响，河泉表示直接进来就行。接着花岛便看到好多怪人一起挤进了办公室，为首的西装男对河泉说道：所长，我们一直在急切地等待您下达命令呢。男人名叫童生，是设施内一个名为西直组的组长。河泉开门见山地对童生说道：我希望各位能将今早杀死大虫子的那个幕后黑手活着带回来。从监控录像来看，至少有4名罪犯，当然也不排除还有其他人。事发地点在地区西侧的一条走廊，我认为最好的办法是立即在地区安装探测器。不等河泉说完，童生打断了他，表示自己有更省时的方法。1104处列。童生话音刚落，一个被缝合了狗鼻子的怪人站了出来。所长大人请看，这是以犬科动物为原型，我改造了他的鼻子，让他的嗅觉远远超过任何人。接下来是2174号，他的视网膜和晶状体大小是正常人的4倍，这让他能拥有无人能比的视力。然后是我研发的这个行走的声音收集器1038号，只要稍有动静他就能抓住。我甚至摘除了他的眼睛，以确保他的听觉尽可能灵敏。这些只是我手下的一小部分人，他们都有远超人类极限的能力，所以安保工作就请交给我吧。凭借科学的力量，没有什么事做不到。听完，河泉刚想答应，花岛就站出来反对道：河泉所长，您怎么能把这么重要的事交给这个怪胎？他们不就是在6年前的大洗清中杀死你父亲的那群怪物吗？这个人表面上会说是为了做任务而保证设施内的安全，但事实却是他会把逃犯抓起来做他的人体实验。所长，请你先冷静下来，好好想想这个设施存在的理由。它的目的是保护人类不受统治者们大量残害，我们把人们带到这里是为了尽量减少牺牲，所有的可怕研究都是为了开发人肉的无限供应，希望人类不会再有更多的牺牲者。难道我们不是在为了全人类才这么做的吗？如果这个设施偏离了这条路，那这里和杀人犯的巢穴有什么区别？所以所长，能否请您重新考虑一下这个计划？听完花岛说的，童生立马反驳道：看来我没能让花岛副所长明白我的真实意图啊！我并不是想要进行人体改造，而且统治者们已经宣布我们不能在设施内使用枪械，他们让我们赤手空拳拿着警棍对抗暴徒和恐怖分子，这样很不公平，不对吗？即使偏离了你说的道路，但除了增强我们的天赋，我们还有什么选择呢？如果我们要确保设施的安全和秩序，这是唯一的办法。为了追求我们的目标，我和我的人忍受了无数的苦难，做出了无数的牺牲。可花岛副所长，你却拒绝理解这一点，所以那就这样吧。既然你怀疑我们的忠诚，我将证明我们愿意为了这项事业献出生命。说罢，童生打了个响指，对手下命令道：1286，你被解雇了。此时花岛还没明白童生这是在干嘛，结果下一秒他就看到被童生点到号的怪人自杀了。他们像是机器人一样对童生的命令绝对服从。接着童生继续喊道：0184，随即被点到的那个怪人也开始了自杀行为。
看不下去的花岛一把揪起童生的衣领，让他停下，但童生根本不理他，仍继续报着号码3149号，去咬断你前面男人的动脉。这次的2个怪人就在花岛身边，花岛没有犹豫，立即大步冲上去，准备制止2人，但还是晚了一步。怪人的番茄酱当即见了花岛一脸，那么之后花岛会妥协吗？花岛终于还是妥协了，他实在不忍心再继续看着有人白白死去。何泉见状蹲下，对他抚慰道：“没关系的，只要能把我杀了那4个人，我什么都愿意做，我甚至愿意吃魔鬼的屎。那么童生的科技大军实力究竟如何？让我们拭目以待。”与此同时，这边夏英的身体已经完全恢复，他还一点道理不讲的抢走了小仓的裤子和鞋。小仓虽然很是不爽，但眼下更重要的是先离开这里。作为老员工，他知道整个设施内都有摄像头，也就是说他们的位置现在肯定已经暴露。不久之后，设施的高层人员必然会派人抓我们的。别发呆了，各位，我们必须在那之前逃走啊！然而夏英这个倔驴听后却仍表示自己不会走，直言自己要留在这，把那些大虫子全杀光。山影笑了，就凭你那把小刀做得到吗？那些东西的数量你也看到了，且不说那些东西到底是什么，连国家首相在这里都命如草芥，这就意味着他们完全控制了信息的传播。我不清楚他们是怎么做到的，控制的范围有多大，但他们已经让人类屈服于他们的意志，我们无异于等着被喂给爬虫的耳尸一样。所以呢，你的意思是要跟我们逃走吗？逃走？为什么呀？小仓懵逼了，那你刚才那么认真分析干嘛呀？原来山影是想跟夏英一起留在这搞清楚那些大虫子的来龙去脉。话说夏英呢？你不介意我跟你一起吧？随你便，只要不妨碍我就行。小仓听得都红温了，觉得山影简直有毛病。随即他不打算再管山影和夏英，决定自己离开这里。然而这时一江却表示要跟小仓一起，但他不仅仅是打算逃离这里，而是想要直接逃出摇篮这个设施。我的家人一定很担心我，所以我想尽快回到他们身边，而且我还要带上卡兹一起回去。小仓听后非常认可，虽然以前自己一个人逃跑很困难，但现在几个人一起的话说不定有希望。于是现在他们分成了2波，夏英和山影留在这里，一江、卡兹和小仓他们3人逃离。不对，是4人，小仓还要带上他的纸片人女友。随后小仓在临走时给夏英他们讲了一些关于这座设施的重要情报。这里地面上的建筑物主要是员工宿舍和工厂车间，一般会用来处理刚运来的活人。在这之下的区域就是 A 区，那里是养殖人类和研究繁殖类项目的地方。再往下就是 B 区，这里是那些混蛋的孵化场，也是他们藏碱的地方。最后是最底层的 C 区，也就是供电所在的地方。另外这里有从地面直通到地下的作业专用电梯，并且他们也和电线管道与通风口连接。我知道的就这么多，之后祝你们好运。到了要分道扬镳的时刻，夏英忽然喊住了一江，说点什么吧，和朋友告别的时候会说点什么吧。听到这话，一江忽然想起夏英好像一直都是孤身一人，所以可能从来没有过朋友，那就再见吧。虽然只有这么短短几个字，但夏英却很开心。那么再见吧，一江。说罢，山影和夏英转身离去。可刚走2步，山影就想起一件事，他要给一江留一粒毒药。山影表示这毒药的药效很快，吃下去立马就会安乐死。山影知道他们仨肯定会被设施里的警卫抓住，所以这是为了预防他们仨在被拷问时将他和夏英的行踪暴露。一江表示不用了，说就算被抓住自己肯定也不会说出来的。谈话间，小仓走来决定收下这颗毒药，或许在某些情况下这东西说不定真的能派上用场。随后小仓、一江还有卡兹踏上了逃亡之路，他们在天花板上一点点艰难爬行，很快便来到了区。这里有很多关押女性的牢笼，很多人在这里不堪受辱选择自杀。此刻一江只感觉自己好没用，除了自己连一个人都救不了。此时小仓看出一江想救人，便劝阻道，这地方到处都是这样的女人，你一旦救起来就会没完没了的，明白了吗？没办法，一江只好听小仓的，先离开这里再说。可爬着爬着，一江忽然听到下面有个牢笼里有人在喊他们，喂喂喂，你们3个人是要逃出去吗？顺便救救我们吧。小仓劝一江别理他们，快点走。可谁知这时牢笼里的3人竟威胁起来，你们要是把我们丢下，我们可就要大叫哦，保证员工们回来把你们全部抓住。为了保险起见，小仓还是妥协了。趁附近的工作人员离开后，小仓将用来绑女朋友的绳子解开，然后当救生索将牢笼里的3人救了上来。可刚把他们救上来，小仓和一江就后悔了，这仨屌毛居然是这里的前员工，被关进监狱是因为他们仨都精虫上脑了。前阵子监狱里被抓来了个当红女演员，他们没忍住偷偷把女演员那个了，结果被人举报，上面就把他们关了起来。然而就在3人说话时，卡兹忽然注意到在他们其中一人的脑袋后面居然有一双眼睛。紧接着等这3个痴汉一起加入逃亡的队伍时，卡兹又意外地发现了那双眼睛，并且这次眼睛还动了。卡兹被吓得叫出了声。一江见状赶忙询问卡兹怎么了，那边有好恐怖的东西在。听后一江朝卡兹指的方向看了看，但却并没有发现任何异常。一起观望的大伙也都什么都没有发现。不对，等等，忽然其中一人发现了什么，漫画里没有他们仨的名字，我就随便给他们起了，这个叫老痴汉，这个叫白背心，这个叫黑背心。老痴汉发现不远处居然有只大老鼠，他话音刚落，那老鼠突然一个加速扑倒了黑背心。见状，老痴汉赶忙上来一拳砸向大老鼠，然后鼠不出意外的挂了。不过大伙发现这老鼠也太大，快赶上一只猫的体积了。小插曲过后，大家又准备继续赶路。胆小的卡兹被安排到了中间，可即便如此，那双眼睛还是一直在卡兹脑海里徘徊。没走多远，他又害怕的走不动了。白背心被卡兹搞得有点不耐烦，想去队伍后面撒泡尿，顺便等卡兹缓缓。然而他刚一离开队伍，
就感觉周围好像有什么东西在跟着自己。他还以为只是自己的错觉，便没想太多，准备先尿了再说。可结果还没等他脱裤子，他的手就忽然被一双透明的手抓住，接着一个透明人在他面前逐渐浮现。下一秒，只见那透明人张大了嘴巴，然后一口将白背心的头吞了下去。与此同时，老痴汉发现白背心尿尿去了很久也没回，便让一江过去看看怎么回事。一江听后刚想拒绝，结果就被老痴汉扇了一巴掌。小仓和卡兹都看呆了，这群家伙果然就是忘恩负义的混蛋。最后没办法的一江只能独自前去。临走时，卡兹嘱咐一江千万小心，可一江也不明白卡兹刚才究竟看到了什么，他只能安慰自己一切都只是卡兹的错觉。不过下一秒他就被打脸，他忽然摸到了一手的鲜血，定睛一看地下，他发现地上不光有一滩血，在血迹的正中间还有一颗牙齿。见状，一江吓坏了，他赶紧跑回去将这件事告诉了老痴汉。你们的朋友白背心好像已经死了。然而听后老痴汉根本不信，不过黑背心却忽然想到了什么，这会不会是西之祖干的呀？不可能，不要乱说好不好？西之祖那群怪物怎么会在意我们这群小人物？不是，等等，难道是你们？他们是在找你们吗？你们到底是谁？你们之前都干了什么？快回答我呀！你们怎么不说话呀？老痴汉的视角变得越来越高，拉远一看，原来他是被身后的一个西之祖怪人给抓到了空中。怪人只用2根手指便把他举了起来，紧接着老痴汉又被怪人毫不留情地甩到了地上。老痴汉就这样脑袋破裂，当场领盒饭。而那怪人则顺势从小仓和一江头顶爬了下来，他体型修长，胳膊和腿都接近正常人的2倍，就像是专门用作追击才被这么改造了。他移动起来速度非常之快。那么一江和小仓他们能逃掉怪人的魔爪吗？此时长腿怪人正在对一江几人进行追击，凭借腿长的优势，长腿怪人很快便与众人拉近了身位。随即就在他将魔爪伸向跑得最慢的卡兹时，小仓忽然触发了提前在设施内布置的陷阱，紧接着长腿怪人的手被绳子绊倒，惯性使他的下半身飞了起来，最后因失重摔倒的长腿怪人砸碎了天花板，就这样掉下去，暂时失去了意识。小仓不禁感慨，还好自己在天花板上生活时有布置陷阱的习惯。与此同时，黑背心正蹲在地上嘟囔着，我们要完蛋了，那个长腿怪人是西之祖的我见过，被西之祖盯上是不会有好下场的。正当黑背心埋怨这都怪一江他们时，黑背心忽然发现自己什么都看不见了。一江和小仓也对眼前诡异的一幕看呆了，黑背心的脑袋居然凭空消失了一半，紧接着他的头部又传来汁水爆浆的声音，原来是一个透明人正在啃食黑背心的大脑。当血液溅到透明人脸上时，一江他们才看清透明人的大致模样，他的眼睛正是前面卡兹看到的那双。见状，小仓和一江没有犹豫，立即转身狂奔起来。这时透明人注意到一旁有根水管，于是他果断将其打断，用水管的水洗刷掉了身上的血渍。童生研发它时的着重点不是速度与力量，而是能够在神不知鬼不觉间接近猎物的能力。以章鱼的特征为例，它可以改变身体的颜色来融入周围的环境，这种能力即是样本2491号透明人的能力。此刻正在逃跑的一江他们根本不敢停下，因为现在透明人再次隐身，谁都不知道他何时会发起进攻，可这样一直逃也不是办法。忽然一江停下，在四周准备寻找可用来反击的东西，最后他把目光也锁定在了水管上。这么精彩的剧情你不会是独自观看吧？一个人看剧感觉孤单就去探探找个女朋友陪，探探上面好多漂亮又温柔的小姐姐，破单可快了。下次追剧害怕了就可以抱紧女朋友了。再将一根水管踢断后，一江用水在附近制造了一些积水，然后又将墙上的电线硬拔下了一根。卡兹和小仓还没搞懂他这么做的目的，只是配合一江在原地没有再逃。结果没一会，透明人悄悄摸了过来，从远处观望的他还以为一江几人发生了口角，便想趁机悄悄靠近来一手偷袭。可走着走着他就发现自己踩到了积水，另外旁边的水管还正在朝他身上喷水。没错，这些都是一江布置的陷阱，他要用电线制造电流导电。当透明人反应过来时，已经来不及跑了。一江直接将电线丢到了水中，随着电线和水接触，透明人瞬间被电得噼啪作响。在原地挣扎一番过后，透明人暂时陷入了昏厥。随后三人用最后的力气跑到了一处相对安全的地方。在休息时，一江向小仓询问黑背心刚才说的那个西之祖是什么呀？小仓表示西之祖是负责这里安保系统的组织，他们会抓捕任何试图逃跑的人并施以惩罚，也就是将那些逃跑的人改造成科学怪人。谈话间，卡兹忽然又看到了恐怖的影，一江的胳膊居然被透明人吞掉了半截，原来透明人不止一个。小仓见状不敢犹豫，撇下一江就跑，可此时前方的通风口却被堵住了，是之前摔到地下的长腿怪人又追了过来。最后小仓和一江终于还是难逃魔爪，当他们在醒来时，已经被西之祖的人绑到了手术台上。此时童生从阴暗中走出来说道，欢迎各位来到我的工作室，我是西之祖的代表童生，我希望你们能告诉我剩下的人在哪里，能如实的回答我吗？然而一江怎么可能告诉童生，他表示自己也不知道山影和夏音的动向。喂，你确定你真的不知道吗？见童生的表情一下变了，小仓还以为接下来他就要拷问了，便害怕的大喊起来。童生看小仓情绪激动，立即转身向他也问了一遍，结果没想到胆小的小仓立马就照啊，他们打算摧毁这个设施，所以应该在更下面的区域。随即童生继续问了问卡兹，不过他一看卡兹这憨样就知道他肯定是一问三不知，于是童生总结道，也就是说你们三人对其他2人的行踪也并不清楚是吗？不知道，我们都不知道啊，所以您不打算拷问我们了吗？拷问？童生笑了，各位可能是误会了什么，我作为一个科学家，对于让人感到痛苦的事是非常嫌恶排斥的，
所以拷问这种事是绝对不会被允许的。此话一出，小仓和伊江悬着的心终于放下。童生先生还真是个善良的人呢，所以您打算什么时候放我们走吧？不会放你们走哦，你们到处惹事让我很困扰的。虽然刚才我说过不会对你们进行任何拷问，但这并不能改变你们杀死一位统治者的事实，所以你们也是共犯。而那些试图扰乱设施治安的人，都要接受肉体改造手术，成为西之组的一员哦，并且手术将由我童生来主刀。之后就请3位努力为设施维护治安吧。喂，等等，我不理解啊，你说我们杀了那家伙，可我们谁也没杀呀，你在说什么鬼话呢？什么叫没有杀？来，都给我好好看看。再说一遍，这特么不是你们杀的吗？这难的是你们的同伙吧？这些你们眼里的奇怪生物，实际上是真正的神呢。如果严格来说的话，他们是更接近万能的神的存在。和那些大人们对比的话，我们不过是毛比较少的猴子儿。那些大人是从哪里来的，想必你们也不知道。他们是从其他星球乘坐宇宙飞船来到这个星球的，带着我们这些少毛猴子难以想象的先进科学技术，来信临此片大地。最近几年持续的变暖现象，正是这些大人的杰作。我们这些下等猴子连气象操作的技术都没有，唯一的解决办法就是让他们主宰地球上的所有生物，让他们掌握生杀大权。对此，我们的选择简而言之就是对他们绝对服从。听完，小仓疑惑道：“所以也就是说，这个设施就是为了养他们而建立的？”没错，人类的身体组织，特别是脂肪，能够满足他们，同时也能为市井一般的市民提供安定的秩序。正因为这个目的，政府创造了这个所谓摇篮的地方，而你们只不过是其中必要的牺牲品罢了。听到这，伊江忍不住说道：“这样真的好吗？不和他们战斗，只迎合他们的要求，一味的对他们绝对服从，这样真的好吗？人类也有自己的武器，对吧？为什么不团结一致，一起战斗呢？童生先生，你作为他们的工具人，难道就不讨厌他们吗？”然而童生听完，只对伊江的话全当放屁。他想到了一个等下做改造手术的方案，那就是他一直想尝试的6臂观音。童生的逻辑很简单，伊江、小仓、塔兹3人刚好可以切开，然后缝合到一起。不过这样有个缺点，就是寿命会减短，但这也是没有办法的事了。说罢，童生开始用记号笔在伊江脸上画出需要切割的部分，然后就是穿上手术服做开刀前的准备工作。随着狗头怪人将工作室的灯打开，墙上一排各式各样的切割工具显现出来。那么要开始了要。边说着，童生安排了几个科学怪人在一旁打下手，自己则从工具墙上挑选了一把钢锯，似乎是意识到将要葬身于此。小仓拿出了山影之前留给他们的那枚毒药，然后毫不犹豫地用手将毒药弹进了嘴里。可结果就在小仓即将吞下时，一只大手却忽然将毒药给拦截了。原来是这个小动作被旁边的科学怪人们发现了。童生接过毒药后，直接生气地将其扔到地上给踩碎了。你们还不明白人体改造会带来的好处吗？说罢，童生准备在小仓身上注射麻醉药。他非常享受做这种人体改造手术的过程，甚至要一旁的科学怪人们一起为他加油打气。细分烘托完之后，童生的准备工作也差不多了，于是他将给伊江准备的药剂也打了进去。见状，伊江害怕地闭上了眼睛。可几秒过后，伊江发现自己居然还有意识，睁眼一看，竟是夏英赶来救场了，而且穿着防化服的山影也在。接着夏英用刀子替伊江松了绑，他坐起来后只看到童生已经被打倒在地。童生懵逼了，质问他们是怎么找到这里的。那是因为我给小仓将的电波发送器出现了异常啊。没错，那颗毒药其实就是追踪器。谈话间，童生注意到山影有点眼熟，不过现在还不是回忆过去的时候。童生决定改变预定的制作6臂观音技法，转而换为活体解剖实验，意思就是要对夏英一将他们所有人做活体解剖。边说着，童生喊来了自己最得意的杀手锏，一个根据大猩猩改造的巨型改造人。那么夏英和他的战斗即将开始。童生怎么也没想到，自己辛苦研究的魔鬼筋肉人竟被夏英一刀暴击秒了。还没完，夏英继续又是一记断子绝孙脚。就这样，童生最得意的杀手锏倒下了。无奈之下，他只好喊全部的怪人一起上去压制夏英。顷刻间，所有怪人都按童生的指示将夏英围了起来。夏英看到这群人，只觉得他们可悲，真是一群意志和肉体全部扭曲的恶心怪物。说罢，夏英便与这群怪人们展开了厮杀。没一会，周围的杂鱼们就全被夏英干掉。不过此时童生也注意到，夏英手里的菜刀已经被砍得变形了。于是童生抓住机会，让之前的透明人趁机咬了一口夏英。随即趁夏英用手捂住伤口时，周围还没参战的怪人立即朝夏英走了过来。他们蜂拥而上，直接将夏英摁在了中间。接着一阵血肉撕裂和骨头崩坏的声音从人群中传来，伴着夏英的一声怒吼。忽然，一个怪人的脖子处爆浆了。童生有点纳闷，夏英是怎么把他弄伤的。仔细一看人群，他发现夏英居然用了自杀式的进攻方式，那就是把自己的肋骨折断当武器。随着越来越多的怪人被夏英打倒，怪人们逐渐害怕起来。童生见状大骂他们简直是一群废物，就这样也配做高贵的西之组成员吗？然而童生话音刚落，就看见一旁的山影从地上捡起了一块怪人的手臂。山影好奇地舔了舔上面残留的番茄汁，说道：“这不就是单纯的人类吗？单单只是将这群人的基因缝合而已，真是一点品味都没有。这种俗的掉渣的手法让我有点想起来一个人。”边说着，山影转头看了看童生。经过一番确认之后，山影终于想起原来童生是老熟人，好久不见那岳父大人。此刻关于山影的可怕回忆开始疯狂涌入童生大脑。别过来，你这个恶魔！我不想再变成傻子了呀。而山影和童生之间的渊源还要从几年前开始说起。那时童生还只是东京理系大学的一名科研导师。某天山影给童生上交了一篇论文，意思是希望能加入童生所在的实验室。童生见状向山影问道：“
你是对生命的起源感兴趣，所以才想来这个实验室吗？不是，只是因为这边研究室的设备比较齐全而已啊。听这话，童生以为山影只是个不谙世事的学生，便没多想应允了山影的加入。而在童生所在的研究室里，科研人员主要研究的对象是遗传因子和生命起源。童生几乎对这2项研究每天都倾尽全力，可还是数年都没有任何进展。不过好在童生有一个幸福的家庭，女儿有希子经常会安慰他身体最重要。可童生现在一心只有搞研究，作为对生命起源研究的科学家，他知道一旦将这个项目攻克，就肯定能拿诺贝尔奖，然后走向人生巅峰。于是即便在睡觉前也不忘打开电脑继续研究。然而电脑打开后，他却发现自己收到了一条山影的邮件。童生看完邮件内容后大惊，立即给山影打去了电话。原来山影邮件里的内容正是童生苦苦钻研好几年未曾研究明白的东西。没一会，山影接通电话后，童生只听到电话那头不断传来女人喘气的声音。山影很忙地表示这个结论报告就交给童生老师了，童生老师您之后直接以自己的名义发布就行。童生听后暗自窃喜，果然山影就是个不谙世事的家伙。随后童生不出意外地将那份结论报告发布，这让童生的声望和地位在科研界一下抬高了数倍。然而当发布会议结束后，童生回到研究室时竟遇到了一个没穿衣服的男同学。童生还以为遇到变态了，殊不知其实变态的人是山影。原来那个男同学是与山影一起进行科研的特殊朋友。见状，童生刚想训斥山影怎么能在科研室里乱搞，不料山影却表示最近熬夜写的研究报告都在电脑里了，刚才玩的有点累了，我就先回去了。随即童生打开了电脑，在看到山影的研究报告后，他瞬间没了脾气，简直太完美了。童生感觉自己像是抓住了一只会产金蛋的母鸡。就这样，自从山影来了以后，童生的科研事业以肉眼可见的速度在上升。而为了能将山影一直留在身边，他使用了美元计。这天，童生的女儿有希子忽然来到了童生的研究室，请问有人吗？我是童生老师的女儿，特意来送东西的。这声音吸引了山影，他表示把东西放桌子上就行。童生教授在吃饭，一会就来。正值青春期的有希子看到山影后瞬间沦陷，又有腹肌，长得又帅，简直是梦中情郎。那个，请问你要把什么带给童生老师啊？因为山影靠得很近，有希子一下就羞红了脸，他支支吾吾地表示是手机，希望山影能帮他转交给童生。随即在山影伸手去接手机时，两人的手不小心碰到了一起，结果下一秒有希子便像触电了一样浑身一颤，接着两人有一搭没一搭地聊了起来。山影看出有希子对自己有意思，便问有希子要不要趁童生老师还没来，跟自己聊点深入的。结果有希子一听立马答应，主动就去把门反锁了。而就在山影和有希子专注于聊天时，殊不知童生就在门外听着。有希子是他故意派来的。之后经过童生的暗中帮助，没多久山影很快便已经可以和童生家里人一起吃饭。童生在饭桌上顺势问山影，我女儿有希子也很中意你，要不要考虑成为我们家的女婿啊？谁知山影听后竟直接用行动表示了这是可以。虽然这种事在饭桌上做很不尊重人，但为了以后的事业，童生和老婆都选择了隐忍。那之后山影和有希子如约定下婚约。而在山影的帮助之下，童生的科研所一下取得了巨大飞跃，就像是昨天还骑着单车，一眨眼就装上了发动机起飞了。童生没几个月就在科研界达到了顶峰，各种全球演讲接连不断，媒体更是称他为100年一遇的天才，连杂志上也开始出现他的画面。随后在漫长的全球演讲旅行结束后，童生再次回到了自己的研究室。不过奇怪的是，大家好像根本不在意自己这个科研界泰斗级别的人物。为了给自己找点面子，他低声在众人身后喃喃，你们在这干什么呢？是童生教授啊，你来了吗？克姆的你这是什么态？这是我的研究室啊。然而听到童生这么说，大家却仍丝毫没有波澜，转头继续观察起了研究室内的一个新玩意儿。童生见状立即不爽地冲进了人群，结果他看到了一个正在玻璃容器里蠕动的奇怪生物。这么好看的剧情，你不会是一个人在看吧？找对象就上牵手，主打高学历高质量，全面信息多重审核，假人秒封。找对象掌握选择权，在欣赏你的人里面挑你喜欢的，用牵手找到可以牵手的人。这个生物看起来非常诡异，只有一只眼睛。童生好奇地喂了他一片蔬菜，没想到这个小东西他吃了。震惊之际，童生听到学员们都在称这个生物为小七，于是他抓住刚才的学生问道，这个叫小七的生物是怎么回事？是我做的啦，嘻嘻，岳父大人欢迎回来哦。小七是我做的合成体，先破坏人类的基因，再用海星等一些生物的基因结合在一起，也就是说小七是个全新的人类哦。因为没有头骨，大脑的容量就没有限制，如果成长起来，他可能会比我们还聪明呢。这一听，童生立即揪起山影的衣服骂道，你是怎么敢说这个畸形种是人类啊？你这个混蛋在想什么呢？在生物领域里触犯伦理类的研究，只要发生一次就会被踢出局的。你们这么多人凑在一起，怎么没人去阻止他？真是一群废物！做这种东西如果被学会发现了，会被学会踢出去，所以立刻马上把这东西处理掉。然而众人听后却无一人付出行动，他们还转而批评起了童生，为什么要处理他呀？他都已经长得这么大了，并且你说要把他处理掉就是杀掉他吧？既然他体内有人类的基因的话，那把他杀了就算是杀人药。况且大家都是知道的，童生老师，你所有的成绩都是山影一个人做出来的，一直以来你不过是在捡便宜吧？见此情形，童生只能暂时撤退。等到时间来到晚上，他又偷偷拿着手电来到了研究室。固执的童生不允许自己的研究室出现这种东西，随即他举起一根棍子就打算将小七打死。然而就在这关键时刻，小七居然模仿人类的样子哭了起来。
不过童生杀意已决，最后按计划杀掉了小七。他本以为这样就可以将自己的研究室变回原来的样子，可结果大家隔天发现小七死了后，全都在研究室里嚎啕大哭，所有人都对小七的死感到无比痛苦。童生不理解他们为什么要哭成这样呢？不过是死了一只畸形生物而已啊。此时山影也赶来了研究室，大家赶忙将小七死掉的事告诉了他。听后山影走上前观察了一番死掉的小七后，他发现应该是被某人故意杀掉的。不过山影没有深究，只是鼓励大家那就以后再做更好的东西吧。山影仅仅是几句话的功夫就让大家的心情稳定下来，仿佛他才是这个研究室的主人。此刻童生终于意识到，如果不杀掉山影的话，自己早晚会被取代。接着时间又过去几天，童生忽然给山影带来了一瓶上好的红酒，他表示这是之前他在国外演讲时别人送给他的好酒，非常珍贵。于是在俩人酒过3巡之后，山影醉倒了。在这之后，童生将山影背到了放射性研究室，并用山影的手在操作盘留下指纹。最后童生又把山影拖到了照射台上，将所有的一切都伪装成了山影酒后自杀。要知道长时间被伽马放射线照射会导致器官衰竭而死，童生的计划简直完美。山影真的不出意外的被放射线贯穿了，而童生自己则为了制造不在场证明，刻意在国外玩了1个月。但当他回到研究室时，却感觉不对劲了。既然山影死了的话，按理说医院或者学生处会打电话通知自己啊，难道是山影的遗体还没被发现？边想着，童生打开了放射研究室的门，他还盘算着要做第一个发现山影遗体的人。可当他朝照射台上观望时，却发现这里面居然什么也没有。为什么没有尸体呢？自己当时确实是将伽马射线等级调到最高了呀。正想着，童生来到了自己的办公室，他怎么也没想到，山影竟然正在他的工位上坐着。好久不见，南岳父大人，之前岳父您不是请我喝了瓶红酒吗？我好像在喝醉了之后去往了放射室，还被照射了最高等级的伽马射线。当我醒来时，感觉全身酸痛，便用显微镜观察了自己的细胞。我看到我的染色体已经变得乱七八糟啊，于是就想着往身体里注射各种生物的 DNA， 看能不能把染色体重新连起来。结果就在我打药时，有西子小姐居然来了，她说要帮我，所以也参加了这项实验。同样经过了伽马射线的照射，虽然我曾经阻止了她，但她还是硬冲进了照射室。到这童生已经停不下去了，他连忙质问山影有希子现在在哪里。闻言，山影对着研究室的角落喊道：有希子小姐是爸宝，快来这边，别害羞了，有希子小姐快出来。不一会儿，一个黑影从角落走了出来。山影解释道，和有希子小姐最般配的是眼镜猴的基因吗？这是个女人和眼镜猴的基因结合体，她的体型仅有1只手那么大。童生完全不敢相信眼前的生物就是自己女儿，但直到他看见山影居然伸出舌头和他接吻了，而且这猴子的声音也和有希子的声音一样。紧接着，山影又给童生展示了自己基因改造后的特殊能力。只见他忽然倒挂在天花板上说道：超级厉害吧，童生老师，我注入体内的基因有壁虎的遗传因子哦。见状，童生吓坏了，他一路跑出了自己的研究室。他喵的，为什么呀？研究室被抢了，家人还变成了猴子，就算杀了也死不掉。山影比我优秀太多了，我绝对赢不了的。接连的挫败感给了童生巨大的打击，没几天他就变得萎靡不振，从科研界泰斗一落千丈成了流浪汉。但直到有天下午，摇篮的人忽然找到了他，他们直接控制住童生，并给童生注射了麻醉剂。当他在醒来时，就看到何泉出现在他眼前。何泉对童生之前的名望有所耳闻，便想邀请他留在摇篮继续搞研究。随即何泉让花岛带童生在设施内参观起来，这里放眼地球都没有的先进技术与知识，让童生重拾了继续搞科研的信心。不过这一次他彻底背离了伦理与道德，不惜搞各种丧心病狂的人体实验，只为成为世界第一的科学家，同时也为了不输给山影。可现实却是他引以为傲的科技大军被弹指间击溃，面对山影时更是被吓得畏畏缩缩。说到底，我到底做错了什么呀？不甘心的童生在关键时刻摸到了墙上的切割工具，接着他毫不犹豫地直接一刀刺向了山影的心脏。童生本以为一生之敌的山影终于要被自己杀掉，可结果他却惊恐地发现，被刺中心脏的山影居然还能说话。接着只见山影拔下胸口的利器后说道：为什么要突然刺过来呢？这很危险啊。童生见状下巴都要惊掉了，你他喵心脏都被刺穿了，怎么还不死？应该是之前被伽马射线照射的原因，我的内脏位置和结构都发生了改变。搞毛啊，心脏位置变化。童生再次感受到了挫败感，这都是什么呀？别开玩笑了。边说着，童生将目光放在了自己研发的科技大军身上。都怪你们这群废物，为什么一群人会被一个人干掉啊？果然就是一群蛇鼠一窝的没用家伙，你们这群废物人渣全员都给我去咬舌自尽了。然而童生话音刚落，就发现自己的舌头被咬掉，是之前的透明人听不下去做出了反抗。见状，夏英顺势将童生丢进了他的科技怪人大军之中。接着夏英对那些科技怪人喃喃：被这个混蛋改造身体的你们很不爽吧？接下来你们就尽情的大干一场吧。夏英话刚说完，怪人们便将童生死死抓住。接着他先是被众人举到空中，然后慢慢的开始下坠，随之而来的就是一阵嘎吱嘎吱的咀嚼声。最后经过数秒的蹂躏之后，童生从这个世界上消失了。而这一切也正在通过监控被所长何泉看在眼里。这边在将童生吃干抹净之后，怪人们仿佛重获新生，全都朝工作室外走了出去。他们没有再对夏英一行人发起攻击，而是有序的准备离开设施。这场风波结束后，一江忽然想起山影的胸口刚才被刺穿了，于是他关心的问道：你的伤口要不要紧吗？山影君已经没事了，
我体内有水质的基因伤口会修复的。然而就在俩人谈话时，忽然一阵剧烈的颤动袭来，紧接着工作室的灯光熄灭。小仓分析这里是地下设施，停电应该不会发生。山影也看见天花板的电路有火花。正当大家疑惑之时，设施内的广播忽然响起：我是摇篮这所设施的所长河泉新太郎，在本设施内工作的各位员工请注意，目前内地区爆炸引起火灾，请大家立即从应急出口冷静逃避。由于全部电梯已无法运行，请使用应急楼梯撤离。员工们就这样开始了大规模疏散行动。一江提议不如趁现在跟他们一起逃出设施，不过山影却表示别急，可能不是单纯的火灾，接下来可能要发生令人期待的事。山影猜对了，只听河泉继续播报了一件大事：各单位注意，有一区301号实验体山崎杀之线索的员工，请迅速到所长室来。此时听到母亲名字的夏英表情低沉下来，随着过往和妈妈的美好回忆涌上心头，夏英攥紧拳头对小仓说道：带我去所长室。就这样，小仓开始带着众人赶往所长室。不过走到一半，一江忽然感觉不对劲：夏英啊，你的妈妈好像已经从这个设施逃脱了吧？这会不会是所长设置的圈套啊？夏英也清楚这一点，他坚持去往所长室的原因是，这样可以直接见到运营这里的混蛋，我要亲自用这双手拧下他的脑袋。此刻夏英已然被愤怒冲昏了头脑，接着他们就这样以最快的速度来到了所长室。然而就在夏英打开所长室的门后，他怎么也没想到，面前的河泉居然正拿着散弹枪对着他的脑袋。这么好看的剧情，你不会是一个人在看吧？找对象就上牵手，主打高学历高质量，全面信息多重审核，假人秒封。找对象掌握选择权，在欣赏你的人里面挑你喜欢的，用牵手找到可以牵手的人。随即不等夏英反应，他便被一枪爆头。还没完，夏英刚一倒地，河泉立即再次架枪来到夏英身上，他没有犹豫，对着夏英面门又是一枪。2枪下来，夏英已被打到血肉模糊。最后河泉继续拿出砍刀，给了夏英致命一击。就这样，夏英的中枢神经被彻底破毁。一江和山影不敢相信夏英就这么死了。与此同时，一旁的花岛更是大惊：所长，你到底在干什么呀？把枪带进来，被那些大人们发现的话，不知道又要牺牲多少人。然而河泉对此却根本毫不在意，他表示已经不必再担心那些所谓的大人了。比起这些，我对夏英做了坏事，他没有任何过错，只是单纯的受害者，错的是我们呢。但是不能让他继续活着。原来这一切都是河泉的计划。山影其实从一开始就看出了端倪，从刚才天花板上电路炸起的火花来看，这所谓的火灾不过是电路被电磁波干扰吧。听后河泉承认了这一点，如果彻底断电的话，就不能用广播疏散员工了。不过经过电磁波的干扰，现在设施内除了少部分装置还能用，其他电器几乎都无法使用了。也就是说，现在那些家伙正被关在这所设施内，简单说就是这群家伙已经无法从这所设施内离开了。接下来他们的食粮生产线会停止工作，马上他们就会遭遇食粮不足的情况。谈话间，一江和小仓发现夏英已经彻底没了意识，于是一江愤怒地朝河泉冲了过来，他没有废话，对着河泉就是一顿揍。但尽管被打到满脸是血，河泉都没有反击，他表示就算自己被打死也没有怨言，错的是我们，我真的做了非常对不起你们的事啊。我想你们也知道夏英是完全替曾之主，所以绝对不能让他被活着交给那群家伙。我的目的是将那群混蛋关起来，一个不留的饿死在这里。当得知河泉要将所有大虫子饿死在设施内时，花岛感觉这个方案是不是有点离谱了？但殊不知这其实是河泉一直以来的最终计划。只见河泉从桌上拿起自己的电脑后，向大家说起了他和他父亲前所长的故事。在我6岁，我父亲36岁时，我第一次来到了这所设施。我父亲河泉纯一在来到这里之前是个精英白领，那时他在市区内买了独栋房子，和妈妈还有我3个人一起生活。但是某一天，他突然带我离开了熟悉的家，2个人开始住起了只有6块榻榻米的公寓。大概父亲是因为某种原因被公司辞退并离婚了。小时候的我对于生活的变化并没有什么概念，只是对母亲的离开偶尔有些悲伤。在那之后的1年，我们被赶出了那间公寓，于是没有地方可去的爸爸只好带着我在公园的长椅上露营。那天我第一次看到爸爸哭了，当时我没能明白爸爸为何哭泣。在我看来，这样在外面流浪也不错，至少可以一直和爸爸待在一起。不过我很快就意识到这样下去并不是什么好事。没几天我就因为在外面睡觉着凉发烧了，爸爸背着我在晚上四处寻找医院，好不容易找到一家医院后，却得知要提供保险证才能看病。尽管爸爸表示自己有钱可以卖肾卖眼角膜，但医院仍没有要替我治疗的意思。最后实在难受的我没忍住在爸爸背上哭诉起来，我好冷啊，爸爸救救我。而不愿再看着我难受的爸爸最终做了一个决定。我只记得当时他用电话亭给一个人打去了电话，你好，我是河泉，我改变主意了，之前真的非常抱歉。在爸爸打完那通电话之后，没有一会就有个男人开车过来了，我们就这样被直接带到了这所设施内。我的身体在治疗下很快恢复了，然而当我独自在病房里走动时，却发现楼下居然有卡车在运送人类。我清楚地看到那是一群活生生的人。也就在这时，爸爸忽然走了过来，疑惑的我问爸爸那车里为什么会装那么多人，结果为了不让我知道真相，爸爸只是哄骗我那些都只是商场里穿着衣服的塑料模特罢了。那时爸爸还愿意笑着哄我，在我眼里爸爸就是一个性格开朗爱笑的人。可没过多久，爸爸就连陪我的时间都没了。有次我还专门来到他的办公室问他，爸爸你为什么不陪我玩了？结果爸爸笑道，你爸爸我呀要当这里的所长哦，这里责任重大，很多事都要严肃处理，
所以陪你的时间就会变短哦。而在爸爸当上所长的几年之后，那场悲剧的大肃清随之而来。那是差不多在我16岁时，尽管爸爸在这10年里总是以这里是个假人模特制造厂的谎言骗我，但其实我早就知道这里根本不是假人工厂，这里的大人们都在骗我。食堂的大叔见到我都会给我多打2碗饭，嘴上还会嘟囔着我真是个可怜的孩子，年纪轻轻就……每当有人这么对我说话，都会被旁人打断，所以我也扪心自问过，我真的很可怜吗？我从6岁就来到了这里，除了母亲从没见过别的女人，所以我一辈子都要待在这里吗？墙壁外面的世界是什么样的？我这辈子真的要在这待到老死吗？一时间这些问题充斥了我的大脑，每天睡觉时我都在反复思考这些事。或许是爸爸也看出了我的焦虑，有天晚上他忽然叫醒了我，然后很严肃地告诉了我一件大事：明天凌晨12点半后的半个小时，这里的员工会对设施东区进行检查维护，所以会停电一段时间。你要在来电之前到紧急出口，我要你从这里逃走。不等我问爸爸是怎么回事，爸爸继续拿出1包钱说道：“这是你去到外面之后的生活费，之后我也绝对会一起走的，你到时候先去外面等我。”我本以为这些和爸爸的对话是我做的一场梦，但没想到我睡醒时居然真的看到了那包钱，而且里面不光有钱，还有关于这里的逃跑路线。于是我确定了爸爸让我今晚从这里逃跑的事实。在那天，我终于见识到了这里的阴暗面，同时我也看到了这10年里除妈妈外的其他女人，不是那些因要我而变得扭曲的丑女，那是一个非常漂亮的女人，她就是夏英的母亲山崎纱织。当时她在监狱里跟我主动搭起了话：“你几岁了，小弟弟？”我16岁，10年了。那是我第一次看到实体的正常女人，和记忆中模糊的母亲不一样，和小人书里的公主不一样，和动画片里的儿童角色也不一样。那是个真真正正的女人出现在了我面前。此刻山崎纱织看出了和泉是一副没见过女人的样子，便在牢笼里勾引起了和泉，表示如果和泉想进来近距离慢慢看的话，只需要在他身后的操作箱里找到一个绿色按钮，按一下就行。听到这，和泉想起了父亲说过要从这里逃跑的话，但经过一番心理斗争后，和泉还是没忍住内心的躁动，想着进去就摸一下就走。于是就这样，他按山崎纱织说的按下了那个绿色按钮，下一秒牢笼的大门随之打开。不过当和泉再次转身时，却发现山崎纱织居然不见了。回过神时，和泉才意识到他逃跑了。紧接着这一层的警报声立即响起，警告警告，目前1名实验者从制造楼逃跑，如果发现请抓捕。突如其来的变故让和泉有些害怕，最后碍于压力，他又重新躲回了自己的卧室。而当爸爸回来看到和泉没走掉时，他崩溃了。为什么你还在这里啊？也就是说山崎纱织是被你放走的吗？接着当和泉点头承认后，爸爸当即扑通跪倒在地。他预感到了接下来那些大人们肯定会对他们做出惩罚，但没想到会来得这么快。房间内的广播立即就开始播报紧急通知，设施内的所有职员听好，接下来请立即到讲堂集合，那些大人们有重要的通知。花岛通知这些事的时候，声音全程都在颤抖，而全父也感觉到了这次的惩罚不简单。随后所有人员如约来到讲堂，只听花岛拿着话筒颤颤巍巍地说道：“非常抱歉让各位突然集合，和先前说明的一样，有1名实验者从制造楼逃跑了，现在依然行踪不明。那些大人们与我们共同的长久夙愿，完全体增殖种被孕育在逃亡者体内，失去这名实验者就代表我们多年的努力付诸东流。那些大人与我们构筑的信赖关系毁于一旦，他们无法压抑极度的悲伤与愤怒，所以作为惩罚，需要向幼生体提供活祭品300人。”和泉计划失败，所有大虫子涌入世界各地，全人类的大洗清即将开始。先回到花岛，要从全体员工中挑300人献祭给那些大虫子的幼虫时，台下所有人瞬间如坠冰窟。300人相当于1半的员工数量了。而和泉此刻才终于意识到自己犯了弥天大错，他开始汗流浃背。此时全副已经开始抽号，每个人手里都有一张纸条，被叫到号码的人就要上台准备赴死。和泉的号码是86，这点全府并不知道。结果最后和泉还是没能逃过这一劫，他也和其他人一起站到了讲台上。接着在抽到的300人全部就位后，全父开始挨个为他们斟送醒酒。当来到儿子和泉面前时，他停了下来。他先是指出和泉未成年不能饮酒，随后又表示要检查一下他的号码。不明所以的和泉照做了。谁知全父看到和泉的号码后突然说道：“拜托你看清楚，你的号码不在筛选的300人里。”和泉重新接过号码后才发现自己的号码被父亲换成了92。是的，全父用自己的号码跟和泉交换了。86是我的数字，所以你快回到下面去吧。见状，和泉刚想澄清自己才是86后，结果就被一旁的花岛制止。够了，还不快下去！此刻和泉呆愣在原地不知所措，全府的脸上也没有丝毫表情。最后他只是冲着和泉轻声说了几句话，便转身离开了。不是弟，不是那样的呀，爸爸。为了不让和泉闹出太大的动静，全府硬是安排人将和泉拉到了台下。接着和泉就看到父亲和台上的那些人开始陆续朝幕后走去，然后没一会讲堂的大屏幕上就开始播放幼虫吞噬300人的视频。很快和泉在人群中看到了父亲，这一刻父亲刚才临行前的话在他脑海里重映：你从小就有很强的正义感，你一定觉得那个女人可怜才把她放走了啊。与罪孽深重的我不同，你做了正确的事情，以此为骄傲吧，你不会死的。最后父亲被幼虫吃掉的一幕深深烙印在了和泉心里，自此他发誓必须杀光这些家伙，
而在那之后，河泉便正式开始在摇篮工作。由于设施内到处都有监控，山崎沙织是河泉放跑的事，渐渐传到了大部分员工耳朵里，他们开始对河泉拳脚相加，每天都要把河泉打得鼻青脸肿，就连饭里也会被恶意撒玻璃渣。可令所有人都没想到的是，河泉居然默默的就把玻璃渣吃了下去。尽管嗓子流血，他也没有停下，更没有要去医务室的意思，反而表示自己把桌子弄脏了，之后会擦干净。就这样，河泉将所有骚扰全部正面接受。然而，这样的欺凌持续了一段时间之后，渐渐的风向变了，欺凌开始减少，我开始有了同伴，甚至还当上了区域组长。比别人加倍工作的我之后又扩大了管理区，并且那时又恰逢前任所长下任，于是我终于通过自己的隐忍成为了这所设施的所长。我所做的一切都是为了将那些家伙全部杀死，我一直都在等着这一天了。边说着，河泉示意让大家看大屏幕。现在他们所处的房间空调停了，大门也关闭了，有些家伙已经开始躁动了，看样子应该差不多要开始了。河泉话音刚落，他们就看见几只大虫子居然开始互相攻击了。河泉解释道：“这是共餐了，我早就料到这些家伙很快就会进入饥饿状态，很好很好，到全灭为止都这样互相残杀吧。”一群只想着吃的家伙见状，花岛不禁有些害怕。所长啊，做出这样的事，恐怕那个家伙……花岛先生，你说的是这个吗？边说着，河泉调出了大虫子们母体的画面。花岛一看呆住了，河泉居然用屏障将母体给关了起来，而母体的触手也因为屏障的存在无法伸展出来。眼下一切都在按河泉的计划进行，他决定干脆将关于这些大虫子的来龙去脉全部告诉一江他们。那些家伙来到地球时，飞来了无数的宇宙船，他们将飞船潜入了深海当中，并开始在全世界挖掘甲烷水合物，然后他们向大气中放出大量天然气，那就是最近数年全球变暖的原因。毕竟敌人潜伏在深海中，巨大的水压别说攻击了，我们连定位都很难。于是那时那些家伙们说，先给我们食粮，不然的话就将这里变成生物无法居住的死星。随后对于他们的威胁，直到今天，人类全都一直唯唯诺诺的顺从了。谈话间，花岛忽然从屏幕里看到诡异的阴影，他发现母体居然正在被大虫子们吃掉。我们称那个东西为女王，女王是如丰厚般的存在，那些家伙全都是从女王的卵中孵化的。女王是那些家伙里最为智慧的，在他们的社会里有着中心作用。只要这个女王死了，就意味我们真的赢了。河泉等这一天等得太久了。然而他刚准备对花岛一路的支持表示感谢时，却忽然发现花岛居然用刀子刺进了自己的腰子。花岛似乎自己都不知道为什么会主动去捅河泉，只见他嘴上大喊着让河泉快跑，但手上却用刀子在不断对河泉戳刺，最后河泉就这样倒下了，而花岛却仍然是一副诡异的样子。不是我做的呀，杀，继续杀。花岛表示这个声音刚才一直在自己脑海里浮现，并不是自己主动这么做的。紧接着花岛又鬼使神差地朝控制台走去，就在他准备按下什么按钮时，山影及时拦下制止了他。那个是地下紧急出口的解锁按钮吗？如果那个被按下了的话，关在地下的那些大虫子不就跑上来了吗？所以为什么要打开呢？花岛先生，因为又听到那个声音了呀。花岛仿佛被操控了一般，他直接一拳将山影锤飞了出去。你们这群混蛋，你们这群混蛋为什么要妨碍啊？花岛说这些话时还带着刺耳的高频音波，大伙都在捂着耳朵时，小仓忽然注意到花岛脚下居然有一根触手。大家快看啊，那是触手吗？没错，这根触手就是女王的。此时的女王正在被大虫子们啃食，这根触手是她做出的反击。接着只见花岛颤颤巍巍地朝门外走去，而趁着花岛离开的功夫，一江赶紧朝地上的山影跑去。他发现山影已经没了动静，头被刚才花岛一拳打得旋转了180度。而这边女王控制花岛走出门外的目的，只是为了确认夏英是否已经彻底死掉。答案显而易见，夏英凉透了。随即只听女王愤怒地说道：“为什么要妨碍我？明明已经过去这么长时间了，我们明明已经和你们变得那么要好了呀，我们一直都是好朋友吧？有你们的存在才有我们，这就叫做共生关系吧？明明已经保护你们了，为什么还要打击报复我？”此刻女王彻底红温，她操控花岛朝操作台走了过去，然后毫不犹豫地砸下了那个打开设施的开关。随后设施内所有关押着大虫子的门开始一扇接一扇的陆续打开，这群如饥似渴的大虫子就这样被放了出来，而他们为了寻找食物，开始一股脑朝设施出口疯狂涌出。肚子好饿呀，要吃好多好多哦。最后这群大虫子们一起突破了设施大门，他们展开背上的翅膀，开始了对全世界的大洗清。而面对如此数量的虫子大军，人类又该如何应对呢？外星生物肆虐地球，人类终于想起了被那些生物支配的恐惧。它们是一种长得类似蝗虫的巨型生物，且数量多到根本数不清。它们以人类为食，分分钟就散播到了世界各地，多个国家在眨眼间便被吞噬。面对这次的天灾，小特也不得不紧急出动武力。可尽管世界各国都在用热武器压制这些大虫子，但它们的数量非但没有减少，反而增多了，因为它们是雌雄同体，繁殖力极强。此时目睹这些的母体女王不禁操控着花岛大哭起来，多么可悲啊！我好不容易生出的那些孩子，无论如何我们都想和人类共存了。我们与人类是共生关系，人类是绝对不能灭亡的。如果人类灭亡的话，
我们的食物就没有了。随着人类的灭亡，我们也会随之灭绝。曾经我是这么想的，无论发生什么，人类都是我们要绝对保护住的。我本想在牺牲最少人类的情况下，尽快开发出增殖种，并在期间寻找与人类共存的其他方法。但现在变成这样子的话，一切都已经太迟了。那群孩子们又完全回到最初的时候了。最开始的我们是有着极高的繁殖能力的，现在那群孩子们一定正在这个星球的各个地方不停的繁衍，人类是不可能阻止他们的。我们除了智慧很高以外，能量的消耗也非常高，生殖能力当然也是十分强悍。这整个星球被吃光已经是时间问题了。曾经在离地球很远的地方，有一颗存在着生命的星球，在这颗星球上又大气有水有光，还有温暖并且稳定的气候。接着在这颗星球上出现了生命诞生的奇迹，数不胜数的生命开始繁衍，不断重复着优胜劣汰的准则，最终最具有智慧的种族出现，他们建立了高度的文明。这种文明和人类的文明相比，有着凌驾于人类文明的天壤之别。这种生命体的背部有着巨大的翅膀，智慧程度越高就会繁衍的越昌盛，这些终归是美好的，但是智慧的提升就会带来贪欲，无法抑制住自身的欲望，将原本丰富的资源挥霍得一滴不剩，最终我们的食量变成了同类。直到被逼到走投无路时，我们赌上了最后的希望，去寻找与母星类似条件的星球居住。我们招募志愿者一次又一次地进行探查旅行，但他们都因事故没能达到目的，变成了宇宙的尘埃。不过好在最终我们的努力没有白费，在地球上我们发现了许多活着的生物。经过一段时间的观察后，我们决定将黑猩猩进化，然后让他们供奉我们为王来统治地球。这么好看的剧情，你不会是一个人在看吗？找对象就上牵手，主打高学历高质量，全面信息多重审核，假人秒封。找对象掌握选择权，在欣赏你的人里面挑你喜欢的，用牵手找到可以牵手的人。于是我们为黑猩猩提高了智力，还让他们拥有了直立行走以及特定的繁殖能力，而且为了防止这个物种灭绝，我们还让他们有了群居性。随后在向母星传达了这颗星球的位置和情况后，我们便开始等待这颗星球达到可以宜居的时候。终于第一对人类被进化了出来，在之后我们也是成功收到了这个星球的联络。于是乘坐飞船来到这里后，我们吸取了教训，为了防止个体数量过度增长，将繁殖行为限制为了一体化，并且为了能够在高速移动带来的冲击中保护自身，我们改造了外骨骼。然后现在迎来了收获的季节，我们再也不会重蹈覆辙犯下将母星资源吃到毁灭那样的错误。所以为了开发人类的增殖力，我们开始了被称为人类养殖的研究，但是开发失败啊，到最后你们人类竟然还想要把我们关起来屠杀殆尽，策划了这种事情不就是恩将仇报吗？只要你们不多管闲事的话，我们和人类本来都不会灭亡的呀，都是因为你们，一切都白费了，就是你们毁灭了人类啊。然而就在女王将这些信息阐述完时，忽然山影竟从地上站了起来。抱歉打断一下，这里有一个人，他说他不能认同你的观点哦。边说着，山影脱下衣服露出了背部，此时在他的背上赫然出现了夏音的脸，紧接着诡异的一幕出现了。经过山影的一顿局部乏力，夏音竟开始从他的背部生长出来，也就是几秒钟的时间过后，夏音居然完全从山影的身上抽离了出来。见状，一江已经被惊到说不出话，他赶忙跑到所长室外，打算确认夏音的尸体还在不在，结果却发现夏音的尸体仍然在地上躺着。山影君，这他喵的是怎么做到的呀？在我的身体里埋下了夏音身体组织的一部分，简单来说是这样，我在体内埋下了一部分夏音的脑，因为我体内还有海马的基因，所以夏音的记忆也会存在。这一切都是因为夏音是增殖种的原因。喂，你真的是增殖种吗？难道真的完成了吗？你这家伙早点完成的话，我们就不会饥饿了呀。为什么直到现在你才满不在乎的出现？一切都已经太迟了，不管是我们还是人类，这美妙的一切都要灭绝了。越听越烦的夏音想给女王一拳，不过关键时刻却被山影拦了下来。他表示现在的花岛副所长只是个女王的传声器，杀了他没有什么意义。随即只想快点解决虫子大军的夏音穿回了自己的衣服，然后他二话不说就朝门外走去。山影看出了夏音的意图，于是他给夏音出了个主意，准确的说是可以将所有大虫子灭绝的办法。如果你能在永久的时间里一直忍受超越死亡的痛苦的话，说不定有办法将这些大虫子全部消灭哦。听后夏音转身朝山影跑去，他让山影又重新说了一遍，只要能在漫长的时光中忍受住疼痛的话，将他们一个不剩的根除也是有可能的。怎么样，夏音，有兴趣吗？接着在夏音思索片刻后，他向山影询问了具体要怎么做，而这个计划山影只对夏音悄悄说了，一江并不知道这个最终计划到底是什么，他只看到夏音最后非常勉为其难的答应。随后夏音和山影便开始了迷之操作，山影居然开始一点点吞噬夏音的身体，也就在山影吃了几口之后，他的背上居然出现了好多夏音的脸。我靠，山影你的后背，好戏才刚刚开始哟。随后画面一转，夏音来到了女王所在的房间，仅仅是推门而入的瞬间，夏音便被女王用无数只触手给贯穿了身体。然而在这个夏音倒下后，紧接着她的身后又出现了千千万万的夏音，他们就这样毫不畏惧地走进了女王所在的房间。那么夏音和山影的最终计划到底是什么呢？这是群足以毁灭地球的外星生物，其数量堪比各位的银行卡余额。他们聚集到一起时，甚至连天空都将改色。然而面对热武器都无法将他们彻底消灭的局面，夏音和山影却找到了将他们一举歼灭的方式，那就是不停地为他们献上肉体食粮。山影通过吞噬夏音，便能够与夏音增殖种的基因结合，从而实现对夏音的无限复制。没一会，这些夏音就爆炸式的增长到了数以万计。随即这些夏音们开始不断白送给母体女王当作食粮，就这样顷刻间女王房间内便躺满了夏音的尸体。
而为了不浪费这些食粮，母体忽然用触手控制住了一个活着的夏婴。只见他操控着这个夏婴发出超高频音波信号，向正在世界各地捕食的外星大虫子们通知道：这里有增殖种啊！由于是超高频音波，一经发出，整栋摇篮设施的窗户全部被震碎。接着这些音波很快从摇篮散播出去，收到通知的大虫子们纷纷停下动作，开始调转方向飞回女王所在的摇篮。就这样，全球各地的大虫子们齐刷刷的开始赶回摇篮。没一会，摇篮的上方变成了黑压压的一片，数以万计的大虫子开始疯狂涌入摇篮地下。部分挤不进去的大虫子被关在了外面，强烈的饥饿感让他们开始互相啃食。与此同时，在摇篮的地下，那些挤进去的大虫子们已经享用起了自助餐。此时，女王正想着，这样就行了吧？只要获得了增殖种，我们种族就不会灭绝。我们期盼着能摆脱种族灭绝的命运，因此我们离开了母性。现在这样子应该就行了吧？恐怕没进入这个设施的同胞们已经开始了同类互食，但把大家聚集到这里发生这种事也是无可避免。毕竟，与其将所有人类吞噬同归于尽，不如让人类的数量回归原来的水平更好一些。所以，这样就行了吧？另一边还活着的伊江、卡兹、小仓三人正躲在设施内，不敢发出半点声音。他们只听到大虫子们在不断涌入设施，河泉和花岛的尸体他们也没放母。也就是说，再继续躲下去也不是办法，他们早晚都会被大虫子们给找到。随即，三人商量着能不能逃出去。可刚一转头，他们就看见一只大虫子的眼睛出现在了他们面前。这么好看的漫画，不得找个对象一起看？找对象就上牵手，主打高学历、高质量，全面信息多重审核，假人秒封。找对象掌握选择权，在欣赏你的人里面挑你喜欢的，用牵手找到可以牵手的人。不过这只大虫子很快又没了意识。三人出来一看，才发现这些没有及时找到食物的大虫子们已经互相啃食死掉。见状，伊江起身看向操控台上各地区的监控，屏幕里全是夏婴被大虫子撕咬的场景。此时伊江还不明白夏婴的意图，但小仓却及时反应过来，只要现在把设施的大门关上，然后等待被困在外面的大虫子自相残杀殆尽后，他们就有可能从这里逃出去。然而伊江听到小仓的这个提议后却表示反对，他无法接受夏婴在地下无限被这群大虫子吞噬的命运。虽然我和夏婴相处的时间很短，但我把夏婴视为我的朋友，我无法对自己的朋友做这样残酷的事啊！眼看这样再拖下去，大家都得死着。小仓不得不点醒伊江这个傻逼，你以为夏英君为什么现在在做那样的事情，把自己不断切碎，然后再无限复制？他一定是想要牺牲自己来保护全人类啊！而且不只是夏英，山影君的意思可能也是如此吧？伊江啊，你真的就要这样让朋友的努力都白费吗？听到这，伊江最后看了眼监控里的夏英，正巧这一眼他注意到夏英正在对着摄像头说什么。随后伊江没有犹豫，果断按下了关门按钮。接着设施的大门开始关，直到大门完全关上之后，伊江才向小仓解释起自己刚才决定关门的原因。原来前面夏英对摄像头说的话是快关门，紧接着伊江继续又从夏英的嘴唇上读出了那句意味深长的话，那就再见了。随后不知过了多久，当伊江他们从设施出来时，外面的大虫子们已经互相残杀殆尽，除了漫天的腥臭味，就是一眼望不尽的大虫子尸体。最后留点剧情做个最后一集。完结了！伊江、卡兹、小仓三人终于从摇篮中逃出，可走着走着，伊江却忽然停了下来。小仓以为他累了，但没成想这个傻逼居然说自己想回去救夏英。小仓不禁劝阻道：“你就算回去了，一个人又能帮夏英什么忙吗？那种事我自然知道，但我把夏英就那样丢在那里，只顾着自己逃出来嘞。不行，我想回去救夏英啊！”我听见夏英的声音了。此刻夏英不断被大虫子们啃食的画面在伊江脑海里重映，眼看伊江一副难受的样子，卡兹决定帮他做出最后的决定，回家拜伊江已经没关系了。最后卡兹强行背着伊江踏上了回家的路，而没有救下夏英则成为了伊江一生的心结。随后3年的时间一晃而过，社会秩序已经在稳步恢复之中。那一连串的事件导致了全球40%的人口死亡。本来想着这是一场空前的大灾难，但没想到社会像是无事发生一样，开始了机械式的复兴。小仓之后将摇篮事件的始末写成了书，大红之后现在已经成了人气网红，卡兹则从那之后开始一天一苹果，早早过上了减肥养生的生活。伊江现在对坐公交车还是有阴影，并且他已经辍学，找了个清洁工的工作。3年了，伊江本以为自己已经适应现在的生活，可不知为何，夏英被大虫子们吞噬的画面却总会时不时地出现在他脑海。直到某天在做清洁工作时，夏英忽然想到一件事：这么久了，要不要把摇篮的大门打开看看呢？随后伊江给卡兹留了封信，然后便独自赶往了摇篮。一个人一把铁锹，他开始从摇篮的上方往下挖，而这一挖就是好几个月，直到挖了10几米的深度还是没有任何发现时，伊江绝望地倒在了自己挖的深坑之中。此刻他只希望能赶紧将夏英救出来，但他的意识已经开始模糊。恍惚间，伊江看到了夏英出现在了面前，接着他做了一个梦，他梦见自己和夏英还有山影在草原上有说有笑。然而伊江刚梦到这里就忽然醒了，他感觉自己正在被谁架着走路，转头一看，他发现居然是复活的夏英本人。
夏英君，你怎么在这里啊？你是怎么从地下出来的？太好了，你还活着呀，夏英。当时我们只顾着自己逃走了，我对不起你，我要向你道歉。没关系的，谢谢你，一江，因为你那些家伙已经被我们灭绝了。正当一江纳闷夏英是怎么做到的时，他被拉入了潜意识。在潜意识里，夏英为他解释起来：一江，你知道布里昂病吗？比如说其中的一个症状，牛脑蜂窝状病变，俗称疯牛病，这是1986年在英国发现的疾病。牛一旦发作，就会引发痉挛，再也站不起来，大脑会变得像海绵一样千疮百孔。而人类其实也会感染布里昂病。疯牛病的话，是因为饲料中混杂的肉骨粉，肉骨粉由牛肉和牛骨制成，油吃下去就等于同类相食，这就是疯牛病的病因。在动物的神经细胞中存在蛋白质所构成的正常布里昂体，被不明原因产生变化的异常布里昂体入侵之后，正常的布里昂体就会发生异变且不停增加数量。神经元被破坏之后，大脑已经千疮百孔，那么这个个体也会随之死亡。承受着强大压力而又不断再生的我，比普通人更容易发生布里昂体病。我就是出于这个想法，才将自己的个体数增加，然后去当了他们的饲料。果然不出所料，有几个个体的布里昂体发生了异常。那些家伙几个世代都在不停地摄取着异常的布里昂体，持续了几个世代的异常布里昂体摄入后，终于在那一天爆发了。大量虫子开始病变死亡，而死亡后的虫子尸体又被同伴啃食。接下来这些大虫子就开始呈几何倍数增长的死去。我们以为这样要花费更长的时间，但没想到这么快就给解决了。一江看到山影从大虫子的尸堆上走了下来。山影君，原来你也活着呢吗？迄今为止你都到哪里去了呀？一定要解释的话，我其实一直在夏英的体内，而夏英也在我的体内。话说回来，我们互相都吃尽苦头了呀。听到这，一江才明白当时山影对夏英说的那句话，在近乎永远的时间内忍受住痛苦的话，就能将那些家伙一只不剩的清除掉。想明白了的一江不再愁眉苦脸，他主动邀请夏英和山影做客，表示虽然家里小，但是也可以一起住。山影听后拒绝了，虽然一起住的话会很开心，但这个世界这么宽广有趣，住在固定场所的话就太可惜了。随即一江又向夏英询问要不要跟自己一起住，夏英表示妈妈说过不能和不认识的孩子一起玩了。正当一江纳闷之时，夏英忽然哈哈大笑起来，开玩笑的了，一江真是个笨蛋。不料就是这句玩笑话伤到了一江，有什么好笑的呀？自从离开了你们之后，我一直满脑子都是关于你们的事，我明明都变得脑子容不下其他事了，而你们却……一江正说着，夏英忽然将手放到了他胸前。对不起啊，一江，我们好像伤害你伤得挺深，所以疼痛，快离开吧。这是妈妈告诉我的魔法咒语哦，挺有用的吧？边说着，夏英和山影朝光亮处走去，紧接着一江也从潜意识里抽离出来。而此时在一江面前的卡兹已经等候多时。你没事吧，一江？因为你突然消失了，我找你找得好辛苦啊。你果然来了这里，能找到你真是太好了。与此同时，一江低头看到自己坐着的长椅上有一行字：有缘再见了，一江。原来那不是梦。至此，一江的心结终于解开。他和卡兹一起坐公交车离开了摇篮。当然，之后一江也不再害怕坐公交车了。